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复杂，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消化。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，如果真的有必要，那就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副总裁，在忙啊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打很多次电话给你，你都不接，只好亲自上门来了。你知道这是我办公的地方吗？请你出去。怎么啦？翻脸不认人啊？我亲自上门来找你，还算是看得起你啊，小姐。肖老头还好吧？好久没有跟他一起吃饭了。最近我手上有2个清纯的美女，我相信他一定很感兴趣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不要装傻了，当初还不是靠我的介绍，你才有机会坐在这边当副总裁。不过我已经不止警告过你一次了，我随时都可以帮你打回原形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午饭，顺便把我们账算个清楚？什么账？上回立升的股票一落一起，你知道我输掉多少吗？落的时候我损失100多万，起的时候我连1分都捞不到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。所以我想你应该给我一些补偿。补偿？你认为这是我的错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每天睡在夏老头子旁边，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立升会被收购。我真的不知道 ，Steven 什么都没告诉我。林诗婷，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。站在朋友的立场，如果你真的有困难，我可以帮你。对了，这样才像朋友。你想要多少？我想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爽快。100块，你真幽默啊！你也觉得好笑吗？我也是。你输了股票，却来跟我拿钱，那你赢的时候有没有分钱给我呢？如果你有透露可靠的消息让我知道，我又怎么会输得这么惨？这还不是你害我的。 Edison， 不要说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即使知道了，我也不会把公司的机密告诉你。放屁！你不要跟我讲清高啊！你只不过是一个妓女。当初我没有把你介绍给肖老头的话，你现在还在接客，还在跟其他男人睡觉。请你不要无中生有，含血喷人。你这些话对我是很大的侮辱。如果你敢重复这样的话，或者在外面散播这样的谣言，我会考虑起诉你，并且要求你赔偿名誉损失。我现在就重复给你听，你是妓女，你林诗婷是妓女。Edison，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，你等着收我的律师信吧。少跟我来这一套 ，bitch！ 你敢打我？打你又怎么样？干嘛？你不要叫，我走。李小姐，发生什么事？快报警！这个男人要杀我！你好啊你，给我记住！就是他，就是他！放开我！叫他们放开我，快点！什么事？
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。Uncle 小，她是个妓女，在跟你之前，她已经开始在接客了。可是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，她就半高贵假清纯了。她的目的就是想要接近你，讨你的欢心，然后再想办法挖你的钱。是吗？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拆穿她，可是她却诬赖我，说什么我要敲诈她、杀她，还叫人抓我。Steven， 你叫我小心这个人，真的是给你说中了。他不止一次威胁我透露公司的机密，好让他在股票市场赚一笔。这件事我已经跟你提过了，我一再拒绝，想不到他就用这种卑鄙手段来诽谤我、敲诈我。敲诈不成，竟然要杀我，根本没这回事。安哥小，你不要听他在那边胡说八道了。他的底我最清楚了。他因为加入我模特儿公司，就是为了陪有钱人上床。到底是谁胡说？不需要争辩。我在办公室里装了闭路电视，刚才的一切都被录下来了。要不要我重新播放给你看呢？证据在我手上，你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安哥小，不要再叫得那么亲热了。你刚才口口声声那个肖老头，现在就安哥肖前安哥肖后，你这种人真的是叫人恶心。真是阴险啊！安哥小，你要小心提防这个女人，她真的是个妓女。她跟你在一起，全都是为了你的钱而已。艾丽莎，你说的对，我已经70几岁了，难道我会相信一个20出头的女孩子会爱上我吗？我不至于那么老天真。斯汀说得好，即使她不跟我在一起，也不一定会碰到一个爱她的男人。而她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在事业上帮她成功的男人。我欣赏她的坦白，我也告诉她，如果有一天她碰上一个爱她的男人，而且她也爱她的，我会祝福她，而且还会送她一份厚礼。而我呢，我需要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在我身边，让我保持活力。你说她为了钱跟我在一起，这一点也不奇怪。如果不是为了钱，她会跟一位70几岁的老头子在一起。我不是电影明星 Sean Connery， 我没这样的魅力。不过，这有关系吗？没有。你想想看，我还能活多几年？幸运的话，多20年。可是我有太多钱了，200年我都花不完。我死后，我的孩子肯定会为我的财产而反目成仇。如果这几年斯汀能够让我开心的度过，我何必在乎给他1000万、2000万、3000万？钱现在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。安国小，你别人以为我疯了，我告诉你，到了我这个年龄，我只希望做我自己高兴的事。但是你却让我很不开心。我跟你妈是世交，有30年的交情，我看着你长大的，可是你今天却打起我身边女人的主意，我不会原谅你。如果这件事情闹到警局的话，你至少要坐5年的牢。如果你妈知道了，她受得了吗？所以你说，我应该怎么做？安国小，能不能多给我机会？亲爱的，你怎么说？由你做主吧。好，看在我份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可是我担心他。怎么样？你要怎么样才能让到斯汀不用担心呢？我保证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出现在他面前。
如果你违背诺言的话，内卷录像带我会交给警方。还不走？电子股带头收高，的确出乎预料之外。主要是大家都认为这次美国联储局不可能再降息，但是大家估计错误了。联储局降息，日元对美元马上下跌到最低点，带动了电子股。嗨，Sammy，出去吃午餐呢。嗨，思婷，你今天真漂亮。你也一样。Sammy，慢走。Hello？ 啊。好。你认识他？哦，以前的一个邻居，他跟你长得真像。是吗？嗯，刹那间真的会认错人。不过仔细看就分辨得出，因为你们的气势不一样。他是在哪个部门上班的？客户服务部。什么职位？客户经理。那只不过3000多块的收入啊，但是他那身打扮起码整万块。家里很有钱啊？也不是，不过他之前跟电脑奇才 Richard Yu 在一起。美国的那位 Richard Yu？嗯，不过后来好像没有下文了，应该是分开了吧？要不然他怎么会愿意在这里当个小小的经理呢？也许得了一笔分手费吧。怎么那么巧？这间公司这么大，怎么偏偏就给他碰上了？碰到就碰到嘛，你怎么啦？怕会吃了我们啊？我不是跟你讲过吗？他这个人疑心病特别重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他都会起怀疑的。你别这么高估他了。哎，你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啊？有一个小职员轻而易举就亏空了几千万，他的上司完全没有发觉到。后来是因为每个星期花了几10万买马票，引起下属店老板的怀疑，才去报警的。那如果那个老板没那么八卦，他还不是继续亏空下去？所以呢，不要这么紧张。很多上市啊都是白吃饭的。况且我们又没有亏空公司的钱，即使他怀疑，他能查出什么？也许是我真的太过紧张了吧。我们中国有句俗语：“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不怕万一，就怕1万。”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。不过我们的户头在国外，也没那么容易被查到。不过在这里花钱还是要小心一点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能讲得出钱的来源。好像我驾这辆车，分期付款，谁也抓不住我的痛脚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行了行了，你们中国人的理论特别多，什么千年船万年船的，谁管那么长远的事啊？赶快再赚几笔，然后我们就收手。到时候还坐什么船啊？坐飞机去逍遥快活了。你如果知道我们这次赚了多少钱，你现在就会快活得不得了了。怎么了？你算出来了？我们赚了多少钱120万。原来他们是认识的，可是刚才为什么装得互不相识一样？明天有没有空？我请你。请我吃饭？怎么了？加薪啊？才不是，我是谢谢你上次给我暗示。什么暗示啊？
说过立山的事啊。是吗？燕燕，你把东西放到我车上了。耶，你怎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我要出去开会了。刚才我给你那2份文件签好了吗？什么文件啊？刚才我把它放在桌子上面了。Sammy， 怎么啦？思婷啊，上一次我给你暗示的事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。知道了，那时候我早猜到几分了，只是想跟你确定一下而已。你只不过对我点点头而已，什么都没说啊。点头不犯法吧？这2个人一定有古怪。这不是韩国字吗？哟，谁看得懂？看不懂不要紧，看照片嘛。现在在吹韩国风，年轻人喜欢。我女儿说以后要去韩国留学，我儿子更惨，他说他要去韩国学踢足球。学踢足球不是去巴西吗？为什么跑去韩国？我哪里知道？他说现在韩国的足球很厉害，总之什么都厉害。哇，这衣服很漂亮哦。不知道在韩国学服装会不会贵啊？谁要去？我咯。你？做什么？不像啊！我17岁就在服装工厂做工了，我拉了1年布，车了2年水货，画了3年的马哥，我对服装有点认识的。我以前穿得很摩登的，只是啊，我越吃越胖嘛，所以才下安迪。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现在你在卖拉西罗嘛，不好咩？每天生意这么好，有这么多的顾客，赚钱都赚到笑。人要有梦想的嘛。什么梦想？等你学到来，人都老了。哎，什么老啊？我还不到40岁嘞。哎呀，你帮我 check check 有没有白头发，有的话帮我拔掉啊。拔不完的，改天我帮你染头发吧。不是那么夸张吧？我真的有那么多白头发咩？喏，你看这里有白头发，呢，这里也有白头发。啊，真的。我看来一定是遗传了。我妈妈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白头发了。看来啊，我得去买一些黑芝麻来吃才行。请问海雷有在吗？他出去一下子，很快就会回来。啊、你约了他染头发？是啊。那请坐。谢谢。请等一下，我听一下电话。你那么吝啬，整天染头发不会心痛咩？接下来吃黑芝麻啦，就可以省很多钱呢。你以为我有白头发？不是咩？不然染头发做什么？我来染金发做按摩，不可以咩？哎呀，老就是老了，还不承认。不管你染金色还是红色，人家看你那张脸就知道你多老了。哎，人家从我身材看啊，说我像少女，我的腰啊只有23寸哦。你蛋也生不出一个，当然是23寸了。你有本事的话，去生一个出来，看看还有没有23寸。好啦好啦，有一件事情先跟你讲一声，不要说我不尊重你啊。什么事？思婷今天晚上要来我家吃饭。她答应了没？当然答应啦。对我不爽啊？那不管你怎么想啊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。今天晚上我就要正式跟大家说，思婷是我女儿。喂，有没有听到？我又不是耳聋。思婷呢，她已经长大独立了，她有自己的想法。如果她可以接受你的话呢，那就恭喜你咯。当然是会接受我了，要不然怎么会答应来我家吃饭呢？只不过有人会吃醋。我怎么会吃醋呢？不管你认不认他，他跟我还是最亲的，因为是我一手把思婷带大，你怎么样都追不回过去那20年的。
小婉，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说什么？难看呢？没有，很美。哇，又擦口红又大黑边的，什么日子啊？什么啦？今天晚上我请客。什么事请客？自己人，大家聚一聚而已。对了，你有没有空？你有空6点钟过来了哦。哎呦，我有空，一定会准时到。啊，当自己人，太棒了！耶！哇！怎么？都不认识我啊？大姐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是啊，我差点都不认得了。是咩？每个人都这样说的哈。哎，怎么样？还不错了哦。看来我这件衣服是买对了。虽然是贵了一点，但是还是值得的。开始我买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不能穿，哪里知道一试之下刚刚好，原来我的腰已经瘦了2寸了。姐啊，我说这一次你一定成功的。我也是这样想，只要再瘦个3、4寸呢，我就可以摸到我的骨头了。哎呀，刚才我遇到那个洗衣婆，她竟然跟我说她的腰啊只有23寸。哼，我以前最瘦的时候啊才21寸呢，她敢跟我比。等我恢复到21寸，我就吓死她。21寸，那不是比我更瘦吗？姐啊，你不要走火入魔啊，要不然啊得了厌食症就不好啦。哎呀，不会啦，我还是一样爱吃吗？只不过我最近啊一直吃那个史太健介绍什么有机食物，又没有脂肪，又没有胆固醇啊，想胖都难啦。大姐啊，杨大哥对你很好，我看他是真心的。什么真心的？你不要乱说啊！我跟你讲啊，看到那样子都想吐啊！哎，我叫你们准备虾。哦，我刚才已经剥好虾壳放进冰箱里了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，让我来找好了。哎，姐，不用啦，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你去休息吧。你就穿得这么美，弄到整身臭臭不好吗？让我来，让我来。思婷喜欢吃我炸的虾吗？好吧。她以前一口气可以吃整大盘的。大姐，你叫思婷来啊？她很久没有来了吗？对啊，以前她常常来的，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来了。哦，她忙吗？啊，你看她年纪轻轻，已经是一间大银行的副总裁了。对啊。哎，你想做什么？你不是要炸虾吗？不要用这种油。可是我们每次都是用这种油的啊。用橄榄油吗？橄榄油比较健康，又没有胆固醇，思婷怕胖啊。大姐，我们都是用那种油的，为什么思婷 special？ 是咯，姐啊，我觉得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同嘞，不知道为什么哦。哎呀，不要问为什么了啦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啦。啊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，走开，走开。那你自己做啊。哎，我回来了。怎样回来了？哎，小慧呢？他说他要带一团客人去吃晚餐，没那么快回来啊。小弟啊，没想到你那么坏。我怎么了？你很坏咯。你欺负你四姐哈？冤枉了，我哪有欺负他？没有啦，他没有欺负我，他欺负小慧，还没有结婚就让小慧有 baby。是啊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所以我已经决定在下个月10号把小慧娶过来。对呀，洋洋这样做呢，也算是有责任感啦。哎，对啊，四姐，你也赶快结婚啊，跟殷宏志生一个 baby。大姐说最好你们2个呢同一天举行婚礼。好啊好啊，那就热闹了。不过，怎么啦？小新的爸爸妈妈明天就来了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喜欢我。哎呀，那又怎么样？他们喜不喜欢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又不是你嫁给他们。最重要的呢是殷宏志喜不喜欢你。哎，他呢？怎么还没来？哦，他说要去开会，很快就来了。嗨，你还没回美国吗？我会多留下来一阵子。那损失不是很大吗？听说你们这些高科技人才的身价是用每1秒来计算的。其实呢，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。是啊，就好像爱情，那是超越一切的，值得做任何牺牲啊。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坚持下去，那我就真的会为我妹妹开心。三姐，小心！哎，难得贵客光临哦。你们2个那么巧啊？我们在外面碰到。哦，
啊，坐啊坐啊。啊，三姐啊，你的衣服好漂亮，可以跟大姐拜了。今天大姐穿得很漂亮，哪里买的？贵不贵？是人家送的，是一个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。一定是男朋友送的。其实你要的话，那还不容易。不要说一件啊，几千件、几万件也应该没问题嘛哈。哇，几千几万件，那么多，一辈子都穿不完，我才不要。哎，大姐呢？她在厨房。噔噔。大姐，哎呦，你吓死人了你！来了，出去外面坐一下了，这里油烟多啊，很快就可以开饭了。我不能留下来吃饭了，今天晚上还有朋友们。不过啊，我有一份生日礼物要送给你啊 ，Happy Birthday！哎呀，还送什么礼物啦你？那看看喜不喜欢，不喜欢呢，我可以拿去换的。姐啊，燕燕的心意，来看看。哇，好漂亮，还有一粒一粒的钻石哎，是不是真的？哇，你太看扁我了吧！我怎么会买一只冒牌表送给大姐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在想这个表如果是真的，一定是很贵的哦。还好啦，5、6千块。啊！哎呀，你要死啊！你花这么多钱做什么？你一个月薪水又不多。哎呀，我既然花得起，当然不是靠我那份薪水啦。那你哪里来的钱？我靠头脑，靠眼光。要是上一回呢，你肯借钱给我啊，现在你也赚了一笔。你说的那些投资啊，我一点都不懂啊。不过我是看过一些人，他是赚很多钱，很风光，到后来呢还是输光光。所以说呢，投资总是有风险的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你的心不要太大，赚一点就好收手，不然被烧到屁股你就知道。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那朋友们几点？难得大家一起吃顿饭嘛，吃了才走了。对呀，你很久没回来吃饭啦。三姐一起吃啦。好了，不过不能待太久哦。不会啦，很快的啦。哎，晶晶，去看思婷来了没有？人来齐就可以开饭了。走。哎呀，你看这么贵，她的心意呀，很美啊。妈，思婷，妈，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盖巴给你吃，正好，我不用去买晚餐了。都快6点了，怎么还不收店呢？现在我有时间啊，宁愿待在店里面，家里给那个叫 Maggie 的搞到乱七八糟，我才不要回去看她的脸啊。那舅舅呢？去了泰国，说之后还要去马来西亚，也不懂他去搞些什么生意。哎呀，不过他临走前呢，有说回来要把那个女人赶走。他都30多岁的人了，他的事啊，我真的不想去理呀，只好忍多几天啊。哎，你今天晚上不是要去婉婉家吃饭吗？妈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在电法院碰到他，他跟我说的。我不想去。节目做的真帮我不错。喝很深，请喝水。谢谢。有谢谢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不要客气嘛，我们自己来。大姐啊，是不是应该开饭啦？再等一下吧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吃饭啦！哇，姐夫你很准啊！每次吃饭前你一定准时到。当然啦，我是吃饱等死的嘛。现在有饭吃，时间当然要准了。哎，今天是大姐的生日，等一下说话好听一点呐。不是妹，本来是想大展拳脚，重新再来的。等步入中年的时候，能有一番作为。现在理想破灭了，还给人家泼了一盆的冷水，看死我不会成功。我现在当然是吃饱等死了。婉婉，这是我跟雨洁的一点心意，生日快乐！是啊，生日快乐！哎，我都没有告诉你那是我生日，你们怎么知道的？那当然啦，诺文他记得可清楚的呢。哦，那你一定知道我大姐今年几岁了哦。大姐啊，这是我们合买送你的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大姐啊，大姐 ，Happy Birthday！ 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大姐，我和小慧也祝你平安岁岁，幸福年年。这些话一定是小慧教你的吧？一定是啊，小慧最会说话了。那你像我们啊，来来去去就是 Happy Birthday， 生日快乐！可以啦，有心就可以了吗？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小婉，我说准时，我一定会准时的。哎，你有没有走错地方啊？怎么了？这里可不是5 Star Hotel。
看小婉她打扮的这么漂亮来请我吃饭，我当然要穿的隆重点啦。小婉，这鲜花跟巧克力，希望你喜欢。什么？你才买鲜花巧克力？怎么了？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？今天可是我们大姐的生日啊！真的，小婉，那你应该早告诉我吗？那我就会挑点特别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啦，不送啊！谢谢你，不要贴门乱说。坐。哎，做什么做？快吃吧，我的肚子快饿扁了。喂，不行啊，还有人还没来。谁啊？思婷。什么时候了？他是不是有事不能来啊？对不起啊，我看我们再等多一会儿吧哈。好，坐吧，坐下喝水。晶晶，倒水。啊。妈，吃吧。好吃吗？你也来一个吧。不用了，你留着今晚当夜宵吧。Hello， 思婷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怎么啦？你想约我啊？你不是答应婉婉要来的吗？你在他那边？是啊，过来嘛，他正在等你呢。是吗？叫他不用等了，我不想去。不能这样呢，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他，就不应该让他失望嘛。你为什么那么关心他的感受？我不去就是不去。思婷，思婷，你就去吧。你答应去吃饭啊，我看得出啊，他高兴都来不及。如果现在你不去的话，他一定吃不下、睡不着的。妈，你以前不是很不喜欢他的吗？怎么帮他说话了？我到现在还是看他不顺眼。不过我了解他的心情，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嘛。而且我看得出啊，她不是一个坏心肠的女人。好像上次你爸爸，他拿刀要来砍我们，他好心跑上来告诉我们，搞到最后自己也差一点掉下去。幸亏是你抓住他，要不然我看他连命都没有。由此看来，他不是个绝情的人。他的名字叫小新啊，是我取的，很可爱。哦。我看我们不要等了，吃饭吧。对，是啊，赶快吃吧。你们不要客气啊，好。我拿啤酒给你们喝哈。刚才我打电话给思婷，那他怎么说？她说不来了。他还是不原谅我。多给她一些时间吧。大姐，思婷来了。我没有听错吧？思婷来了。啊！我帮你来，快出去。思婷，你来了就好了，大姐一直在等你啊。思婷啊，你来啦！对不起，让你们等了。没关系，不要紧，坐吧。大姐说你很忙啊。对了，你跟三姐是同一间银行工作的，会不会常常碰面？偶尔。你真厉害啊！现在已经当上副总裁了，是不是三姐的上司啊？我们是不同部门的。哦，你当上副总裁就不来吃我们拿西冷嘛了？以前常常来吃的吗？我最近比较忙嘛。哎呀，晶晶啊，够了啦！思婷刚刚进门你就问个不停，让她喘口气吗？不问了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啊，吃饭，来吃饭。思婷啊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炸虾。这个啊是大姐亲自炸的，她说你最爱吃她炸的虾了，还特地去买橄榄油。她说橄榄油很健康，吃多了也不胖。怎么样啊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就再来一只。为什么婉婉对他特别好？婉婉看着他长大的。来，我们祝小婉永远青春美丽，永远这么福气。Happy birthday！ 谢谢大家。哎呦，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啊！不是因为我生日哦，而是因为你们都到了。还有，你看我的弟弟妹妹他们都自立了，晶晶也找到一个好对象，洋洋呢也快要结婚了，我就可以放心啦。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
你们先坐下来再说吧，先坐下来。来，坐。坐吧。好像特别紧张哦。难道他要宣布结婚？结婚跟谁啊？哎呦，别喝得这么急啊，慢慢来。不会吧？我在17岁那年呢，有一次跟妈妈吵架，搞得她离家出走。那个时候，我就认识了一个男人，还跟他住在一起。之后还跟他有了一个孩子。这个秘密呢，连我最亲的弟弟妹妹他们都不知道。而这个孩子生下他之后，我从来就没有亲自带过他，也从来没有做过当妈妈的责任。所以我决定不再逃避了，我要认回这个女儿。她就是思婷。思婷啊，这些年来委屈你了。你真会开玩笑。我怎么会是你女儿呢？你们不必认真了。我想，这是她的生日节目之一，大家笑笑就算了。对不起，我有事情做。思婷啊，思婷啊，思婷，出去一下。别这样吧！你回去告诉他，我真后悔来赴他的鸿门宴。你说，婉婉别有居心，难道不是吗？他以为当众那么说就可以逼我认他这个妈妈，他打错如意算盘了。刚才要不是我妈叫我来，我根本就不会出现。他爱怎么说就让他去说吧。总之，我绝不会承认她是我母亲的。你为什么不想？他是因为对你有太多的亏欠，所以才会……不要再说了。你不是觉得他一直抗拒你吗？所以直到现在都不让其他人知道你是他女儿。现在他不再躲躲闪闪的，难道你不能接受他吗？是，我是不能接受他。我也很不明白，他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要来认我这个女儿。你不觉得太迟了一点了吗？如果我现在断了脚、瞎了眼，或者 IQ 零蛋，你说他会来认我吗？我妈打过我，骂过我，可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爱。但他呢？爱不是炸几条虾给我吃那么简单，你明白吗？两个跑来这里做什么？大姐，不是跟你们说过我来店里一下子就回家的吗？啊，别，都是小慧哦。她说一定要来跟你说 Happy Birthday。是啊，大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回来跟你们一起吃饭。我祝你生日快乐，你要开开心心吗？不要烦恼。
你们回去吧。怎么还不走？回去吧。哦，洋洋说要等你起回的。喂，不关我的事，是柔柔先说的。是四姐跟我说的，是小慧跟我说的。不是你说不知道大姐会怎样，我才跟四姐说等大姐一起回去吗？所以我就跟柔柔说了。那我就跟洋洋说了。那我不是把他们的意思都跟你说，所以我就……好了好了，一起回就一起回，推来推去怕我骂吗？走走走走走走。我不会说，柔柔你说。哎，最少去说了。你有没有搞错？叫我一个大男人说出这些肉麻的话。小慧，你去说吧。对，这事情我帮不了你们的，要你们自己说才显得有诚意吗？嘿，你在我背后叽里咕噜什么啊？哎呀，一起说啦！1、2、3，大姐，我们都支持你。神经病，以为我是大明星啊？大姐，我们只是想告诉你，不论你发生什么事，你始终是我们的好大姐，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。那，你看，你不是说得很好吗？刚才又不说，害我要那么麻路。哎，跟大姐表示支持，很麻路吗？活该给老婆骂了。喂，你懂不懂什么是麻路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麻路就是很不好意思吗？我还知道什么是巴鲁古。那是什么？在你头上敲一下，你就有一个巴鲁古了。好啦，知道你们大家的心意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弟弟、好妹妹。我今天能够把藏在心里那么多年的秘密说出来，心里真的舒服多了。我也很开心你们都能够接受，只可惜思婷还没有原谅我。大姐啊，你不要担心了，思婷一定会明白的。总有一天，她一定会叫你妈妈。好了，回去吧。大姐，刚才你吃够吗？柔柔啊，你来看，我有没有黑眼圈？怎么啦？你昨晚没睡好啊？对呀，我想到今天要跟小新去接他爸爸妈妈的飞机，我心就一直噗噗跳。我一闭上眼睛，就看到他们两个很凶的在骂我。骂你什么啊？骂我害了他们的儿子了。我的儿子啊，那么聪明，怎么会喜欢上你这样笨的女人？四姐，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太多了？小新不是说他父母亲很平易近人，容易相处吗？你又那么讨老人家欢心，他们一定会对你留下好印象的。对哦，就好像阿明哥的妈妈一样，每次见到我就很开心，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好。四姐，你刚不是说黑眼圈吗？我看看。不会啊，你看起来精神挺好的，只是你的皮肤好像缺少了一点弹性。真的？那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帮你插上这个，保证你脸马上容光焕发。好啊，很舒服的。柔柔啊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大姐一直不让我去找阿明哥？我偶尔也做白日梦，有时候感觉还不错。心情好起来，什么东西？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。